我将上万蛊虫放入同一只瓦罐，然后让它们相互厮杀。活下来那一只便是蛊王。可就在蛊王降世那天，我却依然放弃了竞争资格，转身遁入深山，开始闭关修炼。我摘下头上的一根银钗，随后纵身跃入万蛇窟。前世为了成为苗疆圣女，我不分昼夜的以心头血喂养蛊虫。然而在最终选拔的那一日，我精心饲养的顶级蛊虫竟然爬向了村长的孙女祝文瑶。在众人的欢呼声里，祝文瑶成为新任的苗疆圣女，而我却被众人斥骂，沦为偷蛊虫的心机女。我被打断双手后扔进万蛇窟，被啃食的连骨头渣都没剩下，到死我都不明白，明明是我养育的蛊虫，为何会认祝文瑶为主人？再次睁眼，我回到了选拔苗疆圣女的这一天。祝青，你可是咱们寨子里最厉害的养蛊人了，这段日子你可要精心培养一只蛊虫，成为下一任苗疆圣女。满后一边举着赶烟枪，一边用粗糙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这才将我从剧烈啃食疼痛中清醒过来。看着周遭的环境，心下猛地一沉，没想到自己居然重生到这个时候。满后望和我的眼神里满是鼓励和赞赏，可我并没有感动和高兴，眼里和心里都只有慢慢的厌恶和憎恨。我强忍住身体的颤抖和恨不得把他的手拍下去的厌恶感，冲他笑了笑。满后，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弄清楚上一世的真相。前世，我听了满后的这番话，高兴地回了家。翻阅古籍时，上面记载着用养蛊人的心头血喂养，培养出的蛊虫最为通人性，我便每天拿着刀扎进心脏边缘，忍着剧痛放出一碗心头血。蛊虫果然生长得很好，不仅攻击力强，而且可以通晓我的喜怒哀乐。常规的蛊虫只能被动地听取主人的命令，然后发起进攻，而通晓主人情绪的蛊虫是最难养的，不用主人发号命令，可以自行进攻主人心里所想的那个人。这种顶级蛊虫被叫做知心蛊，苗寨里已经几百年没人养出过知心蛊了。我日日精心用心头血喂养，期盼着养出知心蛊，也确实成功了。选拔苗疆圣女那天，我自信满满的带着知心蛊，准备惊艳所有人。可盖子掀开的那一刻，喝着我心头血长大的蛊虫，一口咬在了我的手腕上。朱文瑶满脸笑意的出现，抱起那条花纹蛇。我说我养成的蛊虫怎么不见了？原来是被你偷走了。只是没想到吧，它是知心蛊，会通晓我的心意，攻击小偷的。听说朱文瑶养出了百年未见的知心蛊，寨子里的人纷纷赶来，都想看一看那只顶级蛊虫。而我被花纹蛇的剧毒侵蚀了身体，无力的倒了下去。众人纷纷恭贺朱文瑶成为苗疆圣女的时候，还不忘记狠狠踹我一脚，再满脸嘲讽的啐一句：我呸！还真以为她是什么天才少女，原来只是个不要脸的小偷啊！祝青也真是好笑，偷什么不好，偏偏偷知心蛊，这下倒霉了吧？不过新圣女可真厉害啊，那可是知心蛊，我想都不敢想。话语比拳头更伤人。从前被我的光环所盖过的那些人，肆意地发泄着对我的嫉妒。我从小到大努力了10几年，最后只落得一句轻飘飘的小偷，把我永久地钉在了耻辱柱上。眼泪落下，我想出口解释，蛇毒却麻痹了我的身体，让我说不出来一句话。祝文瑶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又假意纯善，亲自拿刀砍下我的双手。青青啊，蛇毒入骨，我只有这样才能救你的命哦。你也只是太想成为圣女了，才偷了我的蛊虫。没关系的，我不怪你。被砍断双手的剧痛让我双眼赤红，几乎要滴出血来。众人纷纷感叹祝文瑶又厉害又善良，果然是天选的苗疆圣女。我倒在地上，满心绝望。我根本就没有偷，那是我养出来的知心蛊。可没等我能开口说话，就被寨子里的人扔到了苗寨外自生自灭。就在我的血差点流干的时候，有人打晕了我，将我扔进了万蛇窟里。万蛇啃食是蚀骨铭心的痛苦，我为求速死，咬断了自己的舌头。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亲手养出来的花纹蛇会认祝文瑶做主人。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想不通。只是这一世，我不养那条花纹蛇，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这次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努力维持着脸上的笑意，直到走出满后家的那一刻。上辈子满后也是这样鼓励我去参与苗疆圣女的选拔，还送给我不少珍贵的药材，用来饲养蛊虫。对于这个德高望重的村长，我满心敬仰和感激，从不曾起过疑心。从小他就慈眉善目的教寨子里的小孩子们养蛊，总是笑眯眯的，让人看着就亲近。我的本领大多数也是他教给我的，在我心里，他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亲人。可是最后抢走我的知心蛊，成为苗疆圣女的人是祝文瑶，而祝文瑶是满后的孙女，这很难让我不多想。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想不通。只是这次我不养花纹蛇，也不用满后教给我的本领，一定不会出问题。我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的苦力钢骨10几年，圣女这个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这一回，我一定要让那些欺辱我的人跪在我的脚边认错。回到家后，我打开瓦罐的盖子，里面是一条幼年的花纹蛇，它扬起脑袋看着我，准备接受我的投喂。
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喂给它我精心制作的药膳，而是从荷包里取出剧毒的粉末，然后一股脑的全养在了瓦罐里，死死的扣上了盖子。花纹蛇在里面剧烈挣扎，拼命的用脑袋去撞着瓦罐，咚咚，那声音一下一下砸在我的心上。这条花纹蛇被我养了几年，一直被精心呵护，逐渐生出灵性来，只是没想到最后却成了间接害死我的凶手。我有些不忍，但是一想到上辈子死亡时感受到的痛苦，我就又硬下了心肠。况且刚才那些剧毒的粉末，连我自己都没有解药，一撒进瓦罐里，花纹蛇必死无疑。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也绝不想重复前世的悲惨。我的目光坚定起来，看着瓦罐渐渐停止了颤抖。过了许久，我打开盖子，花纹蛇蜷缩在里面，已经没了声息。我长舒了一口气，这次倒要看看祝文瑶该怎么抢走我的蛊虫。跨上竹篮，我换了一身轻便的衣服，往深山里走去。前世我总进山采药，然后磨成粉末，或者加在食物里喂给花纹蛇。有几株洗髓枝长在悬崖峭壁上，吸收日月精华，历经千年而不衰。而且这些洗髓枝对蛊虫有着洗髓伐蛊的神奇功效。我站在悬崖上，看着峭壁之上生长着的几株珍贵的洗髓枝，却没像前世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去摘，而是在周围仔细寻找起来。我记得我采摘洗髓枝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一只品相极佳的绿色蜘蛛，可当时我已经全心全意饲养花纹蛇了，就没将绿蜘蛛带回去。这次我觉得临时更换蛊虫，既然我能养出第一个知心蛊，就一定能养出第二个。找到了，拨开草丛，里面果然有一只通体绿色的蜘蛛，正不停地颤抖着。我轻轻摸了摸它的身子，安抚，然后将它装在了怀里。保险起见，我没有以前用惯了的瓦罐，也没喂给它那些天才地宝，更没用我的心头血。甚至我没带这只绿蜘蛛回家，而是找了处山洞住下来，和上辈子截然不同的饲养过程。每一个细节我都精心地把控着，在山洞门口布置了3、4处机关铃铛，只要有人踏入，我会第一时间知晓，甚至连睡觉时都时刻保持着警戒心，防止有人动手脚。山洞偏远，只有我和绿蜘蛛在这里住了半个月，直到我的衣裙被树枝勾破，不得不回家换衣服。在穿过树林时，听到了寨子里2个人的议论声。哎，你说祝青这次会养出什么蛊虫来？咱们这一辈人里，也就她有资格当圣女了。这可猜不到，祝青都半个月没回寨子里了，估计正努力呢。对了，我听说那个资质平平的祝文瑶，好像是养了只绿蜘蛛，不过倒是没拿出来给别人看过。随着那2个人走远，议论声也逐渐变弱，只是我却愣在了原地。绿蜘蛛可以饲养的蛊虫那么多，偏偏祝文瑶养的也是绿蜘蛛，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吗？我不相信。上一世我身中剧毒，根本没机会开口解释。祝文瑶就说那条花纹蛇是他养的了，就连德高望重的马后也出来作证，说看到祝文瑶用心头血饲养过那条花纹蛇。我当时说不出话，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摇头，表明自己没有偷祝文瑶的蛊虫。马后却说只要我承认偷窃，就给我解了蛇毒。可我只是倔强的摇头，围观的人指着我谩骂，真是够不要脸了，人证物证都在，居然还死不承认，还天才少女呢。我还是天才小偷吧，只会偷别人的蛊虫。按照苗寨的规矩，偷蛊虫是要被赶出苗寨的，快把祝青赶出去，简直脏了我们寨子。我流着泪，指尖颤抖着，拨开了衣裙的领口，试图给大家看我心口上的疤痕，一道一道疤痕交错着，是我日日取心头血的证明。可祝文瑶动作迅速，一脚踢开了我的手，反而露出自己心口的伤疤，哭诉道：我日日都用心头血来饲养蛊虫，好不容易才养出知心蛊。我知道青青你是天才，我却一直资质平庸，可你也不能来偷我养了这么久的蛊虫呀。他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在场的人都为祝文瑶而感到气愤，说我是个嫉妒心强、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机女。于是祝文瑶借口为了救我，拿刀砍断我的双手，又将我绑着扔进万蛇窟里。我被蛇啃食着血肉，咬断一根根骨头时，祝文瑶穿着苗疆圣女的服饰，接受众人的跪拜。她抱着我费尽心血养出来的花纹蛇，成了寨子里最耀眼的存在。而我双手截断，舌头被生生咬断，就连我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睛。想到这里，我泪流满面。不就是一只绿蜘蛛吗？我不养了。我的眼神灰暗起来，手伸进衣裙里，一声脆响，我活生生掐碎了那只饲养了半个月的绿蜘蛛。绿色的汁液飞溅出来，我目光平静，抬起衣袖擦干净脸上的汁液，然后回了家。坐在家里苦思冥想了几个时辰，我决定换成最淳朴的方法。这个方法是苗族人最开始养蛊时喜欢用的，随着苗族的发展，已经很久没再有人使用过了。我选了几十样蛊虫，然后扔进了一个巨大的菜盆里，封死盖子，等着饲养最后活下来的那只蛊虫。几十种随机挑选的蛊虫，每一只都是不一样的品种，最后哪只能活下来，连我也不知道。总不会这样也和祝文瑶的蛊虫一样吧？或者说，这样饲养出来的蛊虫，最后不会也认祝文瑶当主人吧？我满心忐忑地等了几天，最后菜盆里的动静越来越小，直到里面响起轻微的叫声，只有一种蛊虫的叫声。我轻轻打开菜盆的盖子，里面是无数虫子血肉模糊的残肢，鲜血淋漓之中，还有一只完好无损的蛊虫。
虫，却身形怪异，像是多种虫子的结合体，有着蜘蛛的腿、蛇的眼睛、金蚕的外壳、蜈蚣的背部、青蛙的肚子。这样养出来的一只蛊虫，连我都叫不上名字，看着有些可怖，我却满心欢喜，甚至切下一块自己的肉来喂养它，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我精心呵护，小心照料，时时刻刻将它揣在自己的怀里，防止任何人看到它。它的天资甚至比花纹蛇和绿蜘蛛还要好，仅3天，它就长成了知心骨。明天就是选拔苗疆圣女的日子了。这次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准备先验收一下，毕竟知心骨是不会咬自己的主人的。将手指伸进了菜盆之中，模样怪异的蛊虫仔细嗅了嗅我的气味，然后一口咬住了我的手指。剧痛袭来，我眼前一阵眩晕，幸好我提前在嘴里含了解毒丹，此刻才没被毒倒。只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也不认我当主人？蛊虫在菜盆里转了几圈，最后对准了一个方向，吱吱地叫着。我抬眼望去，那个方向偏僻，只住着一个人，祝文瑶。这只蛊虫甚至没见过祝文瑶，怎么会和花纹蛇一样认他当主人？寒意从心底升起，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我，我浑身止不住地发抖。难道真的是天意吗？无论我怎么养蛊虫，他们最终都会认祝文瑶为主人，而被污蔑成偷蛊虫的小偷，被拉下神坛踩进泥潭里，就是我祝清的宿命吗？我想到头痛，却也没想到问题出在哪里。这时有人敲了敲我家的门，我恍惚着去开了门，阳光透过门扉洒进来，刺得我睁不开眼。适应了片刻，才看清门口站着的人是祝文瑶。她今日打扮得格外精致，皮肤在阳光下白得晃眼，乌黑的长发松松挽起，用一只镶嵌着细碎银珠的璀璨银饰固定，身上穿着月白色的苗族衣裙，裙摆绣着缠枝莲纹，走动间银饰轻响，衬得她宛若不染尘埃的白莲。可我的目光却死死定在她的黑发之中，那里赫然插着一只和我发上一模一样的银钗。那只银钗是满后在我16岁生辰时亲手打造的，钗头是一朵小小的苗疆山茶，纹路都是她一点点錾刻的。我视若珍宝，日夜佩戴，怎么会出现在祝文瑶的头上？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我僵在原地，脸色苍白的像纸，盯着那只银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酸涩又憋闷，连呼吸都变得艰难。祝文瑶似是没察觉我的异样，唇角勾着甜腻的笑，伸手拉住我的手腕，她的指尖冰凉，触得我一阵战栗。青青，明天就是选拔圣女的日子了，你的蛊虫养好了吗？我可是好奇的很呢。她的声音软糯，像裹了蜜，可落在我耳中却字字都是嘲讽。我用力挣开她的手，后退一步靠在门框上，才勉强稳住身形，指尖还在不住的发抖。与你何干？我的声音沙哑，带着掩饰不住的颤抖。他见我不回答也不恼，反而自顾自的絮絮叨叨说了不少话，无非是些寨子里的琐碎事。谁家的蛊虫养死了，谁家的小姑娘又偷偷学养蛊被骂了。话语间，眼角的余光却总在有意无意地瞟着我屋内的方向。最后，祝文瑶似是聊够了，抬眼看向我，视线越过我的肩膀，直直落在屋内的菜盆上。那抹笑意瞬间沉了下去，变得深沉又诡异，像淬了毒的蜜糖。青青，那明天我就等着你展示蛊虫大放异彩的时刻了。明明是笑着的，可那双眼睛里却全是粗狭的恶意，那眼神像在说，我倒要看看你明天要怎么收场。恐怕他心里早就笃定了我会和前世一样，被他污蔑，被众人唾骂，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我冷冷地看着祝文瑶转身离开，他的脚步轻快，嘴里还哼着曲调怪异的苗疆小调，那调子是满后教给寨中孩子的养蛊谣。从前我觉得亲切，如今听来只觉得无比刺耳。他刚走没几步，恰好有一群苗寨的女孩子结伴路过，手里提着竹篮，应该是去后山采药的。见了祝文瑶，纷纷停下脚步和他打招呼。文瑶，听说你把之前养好的绿蜘蛛给杀了，明天的圣女选拔你还参加吗？祝文瑶闻言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但眼神里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随即又迅速换上那副人畜无害的小白花模样，柔柔地开口：参加呀，怎么能不参加？这次我换了个法子，重新养了蛊虫，用的是咱们苗族人最古老的方法，把几十种蛊虫扔进菜盆里，让它们相互厮杀，最后活下来的那一只被我精心饲养着。他说着故意顿了顿，目光再次扫过我，一字一句地描述着。那只蛊虫可奇怪了，有着蜘蛛的腿、蛇的眼睛、金蚕的外壳、蜈蚣的背部，还有青蛙的肚子，模样虽怪，却灵性的很呢。祝文瑶每说一个字，我的脸色就白上一分，指尖攥得咯咯作响，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渗出血丝都浑然不觉。他描述的分明就是我养在菜盆里的那只蛊虫，连一丝一毫的细节都不差。他怎么会知道？除了我自己，没有人见过这只蛊虫，我甚至连山洞都不敢回，日夜将它揣在怀里。他到底是怎么知晓的？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我浑身冰冷，如坠冰窖。如果明天我带着这只蛊虫去参加选拔，肯定又会被他倒打一耙，说是我偷了他的蛊虫。寨子里的人向来偏信他，偏信满后，到时候我百口莫辩，只会比前世更惨。
可如果我不带他去，短短1天的时间，我去哪再找一只蛊虫？更别说养出一只知心蛊了。我怔愣在原地，浑身僵硬，满心的绝望像潮水般将我淹没。阳光明明暖融融的，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连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祝文瑶似是很满意我的反应，又柔柔地补了一句：虽然我资质平庸，明天肯定竞争不过青青你，但是就当做去和青青学习经验了。对了，青青，我只跟你一个人详细讲了我养的蛊虫，还没问你呢，这次你养的是什么蛊虫呀？随着祝文瑶的话音落下，那几个结伴的女孩子也纷纷好奇地看向我，几道视线齐刷刷地扫过来，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如遭雷击，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完了，一切都完了。即使这一世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和前世截然不同，我换了蛊虫，改了养法，躲进深山，步步谨慎，可似乎所有的路都指向同一个结局，那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无论我怎么努力，无论我怎么挣扎，结局好像都不会变，我终究还是逃不开被污蔑、被唾骂的命运。见我迟迟不回话，那几个女孩子互相看了看，眼里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有人小声嘀咕：文瑶，你也是，养蛊的法子这么机密的事情，你就这么讲出来了，也不怕别人模仿你的过程，去养一只一样的蛊虫？祝文瑶甜甜的笑了，抬手拨了拨鬓边的碎发，语气带着刻意的谦卑：我只和青青详细讲了呀，她这么厉害，是咱们寨子里公认的天才养蛊人，怎么可能会模仿我一个资质平庸的小垃圾去养蛊呀？再说了，青青可是寨子里最出色的养蛊人，随手养的蛊虫肯定也比我精心饲养的蛊虫要好多了呢。他的话看似恭维，实则字字诛心，明着抬高我，实则是断了我的后路。如果我明天拿不出比他那只蛊虫更厉害的，就是名不副实；如果我拿出的和他的一样，就是偷窃。无论我怎么做，都是错。我仍然默不作声，嘴唇抿成一条惨白的线，屋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气氛尴尬到了极点。那几个女孩子面面相觑，也看出了不对劲，连忙打着圆场：别瞎打听了，青青这么厉害，明天带去的蛊虫肯定是最新奇最厉害的，咱们提前看了，岂不是坏了选拔的规矩？就是，时间不早了，咱们还要去后山采药呢，别耽误了功夫。说着，几人便拉着祝文瑶准备离开。祝文瑶临走前还特意回头冲我挥了挥手，唇角的笑意纯善无比，语气里却藏着满满的恶意。青青，明天选拔台见哦，我很期待你的表现。看着几人结伴离开的背影，看着祝文瑶那抹得意的身影消失在巷口，我再也撑不住，猛地抬手，砰的一声关上了木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脸色铁青，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滔天的愤怒和恨意涌上心头。我猛地站起身，冲到菜盆边，眼神猩红，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瓶见血封喉的毒药，那是我从前炼制的，专克蛊虫，一滴就能让顶级蛊虫瞬间毙命。我拧开瓶盖，毫不犹豫地将整瓶毒药都倒进了菜盆里。那只拼合而成的知心蛊在里面剧烈地挣扎起来，发出尖锐的吱吱声，身体在毒液里扭曲着。不过片刻，就缓缓闭上了眼睛，没了一丝气息，连外壳都开始融化，化作一滩浑浊的液体。看着菜盆里的惨状，我心里升起一种近乎疯狂的复仇快意。知心蛊与主人心意相通，生死与共。我杀了这只蛊虫，祝文瑶作为他认定的主人，肯定也不好受吧？他能感知到知心蛊死亡的痛苦，虽然只有1/10，可那钻心的疼也足够让他难受一阵子了。我喘着粗气，看着那滩浑浊的液体，眼神里没有丝毫怜悯。这是他欠我的，前世的债，今生我要一点一点讨回来。发泄过后，我逼着自己冷静下来，指尖抚过冰冷的桌沿，脑子里飞速地思考着对策。不能就这么认输，绝对不能重生一回。我不能再像前世一样任人摆布，任人污蔑。祝文瑶和满后布下这么大的局，无非是想让我身败名裂，让祝文瑶顺理成章地成为苗疆圣女。我偏不如他们的意。我深吸一口气，擦干脸上的泪痕，眼神逐渐变得坚定，然后转身换了一身干净的粗布衣裙，将头发简单挽起，带上一只干净崭新的空菜盆，抬脚走出了家门，径直往满后的家里走去。满后是苗寨的村长，也是寨中德高望重的养蛊前辈，更是教我养蛊本领的师傅。他家住在寨子的最中央，院子很大，门口种着几棵老榕树，平日里总是门庭若市。今日我走到他家门口，却发现院子里围了不少人，男女老少都有，似乎在商议着什么事，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凝重。我推开院门走进去，院子里的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马后坐在院子中央的石凳上，手里拿着那杆磨得发亮的烟枪，正吸着烟。见了我，立刻放下烟枪，乐呵呵地笑了起来，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看着无比慈和。青丫头，你怎么来了？不在家好好养蛊虫，准备明天的圣女选拔，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他的声音依旧温和，和从前一样，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宠溺，可落在我耳中，却只觉得无比虚伪。我看着他那张慈眉善目的脸，眼眶微微发酸。如果他对我的慈爱都是真的，如果他真的把我当成亲孙女看待，
那该有多好！我从小父母双亡，在寨子里无依无靠，是满后把我带在身边，教我养蛊的本领，给我吃的，给我穿的，我一直把他看作我的亲爷爷。对他言听计从，满心敬仰和感激。头上那只银钗，我日夜佩戴，从不离身，那是我对他唯一的念想。可今日我才发觉，祝文瑶头上那只一模一样的银钗，根本就不是巧合。活了2世，这是我唯一遗漏的细节，也是最致命的细节。苗疆蛊术传承了几百年，博大精深。除了众人熟知的养蛊、用蛊之术，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术法，诡谲又阴毒。若是满后在这2只银钗里动了手脚，那所有的疑惑就都有了解释。为什么我的蛊虫都会认朱文瑶为主？为什么我的一举一动朱文瑶都了如指掌？为什么我无论怎么努力都逃不开他们的算计？想到这里，我抬眼看向满后，眼神平静，没有丝毫波澜，一字一句的开口，声音清晰的传遍整个院子。满后我不养蛊了，也不参加明天的圣女选拔了，我要入山闭关。话音落下，院子里瞬间哗然，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炸开了锅，纷纷交头接耳，脸上满是不解和震惊。什么？祝清不参加选拔了？她可是咱们寨子里最有希望成为圣女的人，怎么突然就放弃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好好的，怎么要入山闭关？满后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眼里闪过一丝错愕，随即又换上那副痛心疾首的模样，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抬手想拍我的肩膀，我下意识地躲开了。他的手僵在半空，愣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语气沉重：青丫头，你这是闹什么脾气？明天可就是选拔圣女的日子了，你这时候闭什么关？你努力了10几年，起早贪黑，勤学苦练，不就是为了能成为咱们苗疆的圣女吗？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他顿了顿，又苦口婆心地劝导：你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在养蛊上的天赋，整个苗寨找不出第2个。你随便养个蛊虫出来，就能打败所有人，成为你梦寐以求的圣女啊！别任性，跟爷爷回家，好好准备明天的选拔，别让大家失望。他的声音沧桑，字字珠玑，句句都像是在为我考虑，最后甚至还带上了几分痛心疾首的语气。不知情的人定会被他这番话打动，觉得他是真心为我好。如果我不是重生归来，如果我没有发现那只银钗的秘密，如果我还被蒙在鼓里，肯定也会信了他的话，然后乖乖的回家，带着蛊虫去参加选拔，最后为祝文瑶做嫁衣，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可现在我看透了他的虚伪，看透了他的算计，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插在我的心口。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丝毫动容，也没有再解释一句，只是丢下一句我意已决，便转身推开人群，径直走出了满后的院子，往寨子外的深山走去。身后传来满后的呼喊声，还有寨中人的议论声，可我没有回头，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深山。别人觉得我疯了，觉得我傻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不养蛊虫参加选拔，反而要入山闭关。可他们不知道，我心底正升腾起一股隐秘的快意。没有了我的蛊虫，祝文瑶要怎么污蔑我偷她的蛊虫？没有了我这个对手，她这个圣女之位做得能心安理得吗？这次我要让她和满后的算计竹篮打水一场空。深山里林木葱郁，遮天蔽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林间的鸟叫虫鸣听来格外清幽。我轻车熟路地往深山深处走去，前世我常来这里采药养蛊，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我要找的是深山里最隐秘的一处山洞，那处山洞藏在悬崖峭壁之下，被茂密的藤蔓遮掩，极少有人发现。前世我走投无路时，曾在那里躲了一阵子。走到山洞前，我拨开遮挡的藤蔓，弯腰走了进去。山洞不大，却干燥整洁，角落里还有我前世留下的一些干草。我转身搬来几块巨大的石头，将洞口死死封住，只留了一丝缝隙透气。做完这一切，我靠在冰冷的石壁上，终于松了一口气。外面的世界，祝文瑶和满后的算计，寨中人的议论，都与我无关了。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屏气凝神，盘膝而坐，闭上眼睛，开始静心调息。前世我养蛊多年，积累了不少养蛊、炼蛊的心得，只是一直执着于养出顶级蛊虫，却忽略了蛊术最本源的东西。苗疆蛊术，养蛊只是基础，炼蛊才是精髓。而炼蛊的最高境界，并非养出最厉害的蛊虫，而是人蛊合一。只是人蛊合一的术法早已失传多年，只在一些古老的蛊术古籍中略有记载。据说要经历9死1生的磨难，以自身为顶，以精血为引，以万蛊为料，才能炼成。过程极为凶险，稍有不慎就会身消道远。所以千百年来，从未有人敢尝试。可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了。祝文瑶和满后在银钗里动了手脚，换了我的命格，让我的所有蛊虫都认他为主。我再养100只、1000只、10000只蛊虫，都是一样的下场。既然如此，我不如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再执着于养蛊，而是炼蛊，炼出这世上最厉害的蛊。我自己在山洞中
我刚刚褪去外层的粗布衣裙，准备开始修炼，外面就响起了马后的声音。他的声音透过石头的缝隙传进来，带着焦急和假意的关切。青丫头，你这是闹什么？快开门！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明天可就是选拔圣女的日子了，你不能就这么放弃啊！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声音在山谷间回荡，越来越急，到最后甚至带上了几分痛心疾首。你努力了10几年，难道就这么付诸东流了吗？你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随便养个蛊虫出来就能成为圣女啊！你怎么能这么傻？如果我不是重生归来，一定也会被他这番话打动。可现在我只觉得无比可笑。我屏气凝神，不去听他的话，专心致志地调整内息，任由他在外面呼喊。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呼喊声渐渐弱了下去。就在我以为他走了的时候，外面又响起了祝文瑶的声音，他的声音焦急，带着哭腔，听起来无比担心。青青，我听说你杀了你所有的蛊虫，还把自己关在山洞里，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快开门，有什么事咱们姐妹之间好好说。明天的选拔你不能不参加啊，寨子里的人都等着你呢。他的哭声真切，若是不知情的人，定会觉得他是真心关心我。可我心里清楚，他这是急了。没有了我的蛊虫，他没办法污蔑我，没办法顺理成章的成为圣女，他能不急吗？我冷笑一声，闭上眼睛，继续调息。没有我的蛊虫，祝文瑶怎么可能成功被选为圣女？现在她急了，晚了，一切都晚了。我的脸上露出决然的表情，抬手摘下头发里盘着的那只银钗，轻轻放在一旁的石头上。那只银钗承载了我前世所有的念想和信任，如今却是刺向我的最锋利的刀。摘下银钗的那一刻，乌黑的长发散落下来，披在肩头。至此，我全身上下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也什么都不在乎了。我站起身，走到山洞的另一侧，那里有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洞口外就是苗疆人人谈之色变的万蛇窟。前世我被人打断双手，扔进这里，被万蛇啃食，死无全尸。今生我要从这里重获新生。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就这么跳进了万蛇窟里。下坠的瞬间，耳边是呼啸的风声，脑海里闪过前世的种种。不甘、愤怒、恨意交织在一起，化作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我。我知道这一跳，要么生，要么死，可我别无选择。万蛇窟里阴暗潮湿，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腥臭味。刚落地，就有无数条毒蛇朝我扑来，吐着鲜红的信子，露出尖利的獠牙。那些蛇有青的、黑的、红的，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缠上我的四肢，咬向我的肌肤。剧痛瞬间席卷全身，蛇毒渗入血液，带来一阵阵麻痹的痛感。可我没有喊疼，也没有退缩，我咬紧牙关，忍着剧痛，抬手抓住缠在手臂上的一条毒蛇，狠狠一捏，蛇头瞬间被捏碎。腥臭的蛇血溅了我一脸，我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野兽，红着眼睛，徒手与万蛇搏斗，一条一条抓起那些蛇，一口咬掉它们的脑袋，一拳捏碎它们的身体。我的身上布满了伤口，蛇毒在血液里翻涌，可我却感觉不到疼，只有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支撑着我不断的厮杀。整整一晚，万蛇窟里都回荡着蛇的嘶鸣和我的喘息声。我全身都溅满了蛇血，身上的伤口无数，却在蛇毒和血液的交融中发生了诡异的变化。我的骨骼在咔咔作响，我的肌肤在慢慢变硬，我的眼睛渐渐变成了蛇瞳的模样，树瞳冰冷，透着一股妖异的寒光。在鲜血淋漓里，我重获新生。我以自身为顶，以万蛇的精血为引，以蛇毒为料，在万蛇窟里完成了最凶险的炼蛊之术，人蛊合一。我成了这世上最厉害的蛊虫，一只以人为形的蛇蛊。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从万蛇窟里走出来，身上的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蛇瞳在阳光下慢慢恢复成正常的模样，却依旧透着一股冰冷的妖异。我找了一处山泉，清洗掉身上的蛇血和污垢，换上了一身早就准备好的素色苗裙，用一块黑色的面纱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然后拎着一条我特意收服的通体青黑的小蛇，溜溜达达地往苗寨的祭台走去。祭台建在苗寨的最高处，由青石板铺成，周围插着五颜六色的苗疆旗帜，此刻已经围满了寨子里的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今天是苗疆圣女的选拔之日，是苗寨最重要的日子，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里，等待着新一届圣女的诞生。我走到祭台下方，混在人群里，抬眼望去，祭台上站着祝文瑶和另一个女孩，那女孩是寨里另一个养蛊世家的女儿，名叫祝灵儿，天资也算卓越，在寨子里仅仅比我逊色一些，是除了我之外最有希望成为圣女的人。此刻
他们正在逐个亮出自己的蛊虫，进行最后的比拼。苗疆圣女的选拔规则很简单，2-2比拼，谁的蛊虫先吃到另一只，就算赢。最后胜出的那个人就是新一届的苗疆圣女。而知心蛊这种100年没被养出来过的顶级蛊虫，一旦出现就是必赢的场面，根本无需比拼。只是这次我杀了自己养出来的知心蛊，祝文瑶没了可以污蔑我的把柄，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照流程放出蛊虫和别人厮杀。他今日穿了一身大红的苗裙，头戴华丽的银冠，站在祭台上，万众瞩目。只是脸上的神色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我抬眼看向祭台，祝灵儿养的是一只标准的五毒蛊，那蛊虫通体黝黑，结合了5种毒虫蛇、蝎子、蜈蚣、蜘蛛、蟾蜍的特性，毒性猛烈，攻击力也极强。此刻正步步紧逼，一点一点蚕食着祝文瑶的蜈蚣蛊。祝文瑶的蜈蚣蛊虽然也很厉害，可在五毒蛊面前却不堪一击，节节败退，眼看就要被五毒蛊吞吃。祝文瑶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紧咬着下唇，不甘心地闭上眼睛，似乎已经接受了失败的命运。可就在下一秒，他再睁开眼睛时，目光却像雷达一样在人群里扫过，最后却一眼就看见了站在祭台下的我。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唇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眼里的焦躁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算计。他突然抬手对着人群大喊道：我还没有输，我还有一只蛇蛊。随着祝文瑶的手在空中描绘几下，嘴里哼起了操纵蛊虫的小调，那调子正是满后教给他的，用来操纵任他为主的蛊虫的调子。而我手里那条青黑色的小蛇像是受到了召唤，瞬间挣脱了我的束缚，扭着身子飞快地直奔祭台上的祝文瑶而去。我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果然还是这样吗？这条青黑小蛇是我摘下银钗后在万蛇窟外随手收服的，没有用任何养蛊之法，也没有滴过一滴我的血。本以为能避开满后的算计，可没想到他终究还是认了祝文瑶为主，像是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挣脱不出去的命运一样。青黑小蛇扭着脑袋亲昵地蹭了蹭祝文瑶的手背，随即抬起头露出尖利的獠牙，攻击力满满的扑向祝灵儿的五毒蛊，一口就将那只五毒蛊吞吃进了肚子里，连一点残渣都没剩下。整个祭台瞬间安静下来，祭台下的众人也都目瞪口呆，鸦雀无声。过了许久，才有人反应过来，发出阵阵惊呼：秒了，这也太厉害了吧！一口就吞了五毒蛊，这青黑蛇蛊也太猛了吧！祝灵儿的五毒蛊可是寨里数1数2的，居然连一招都接不住。祝文瑶的眼里也全是喜出望外，他连忙抱起那条青黑小蛇，凑到唇边亲了亲，然后对着台下的众人假惺惺地开口：这条青黑蛇日夜和我的心头血长大，是我养出来的最为满意的一只蛊虫了。平日里舍不得拿出来，今日实在是没办法，才让它出来应战。我站在人群里，听着身边乱糟糟的议论声，心里一片冰冷。不是都说祝文瑶天资平平吗？怎么能养出这么厉害的蛊虫？这级别的蛊虫，就算是天才少女祝青，恐怕都养不出来吧？那可是心头血啊！养蛊虫本就凶险，用心头血养蛊，一个不慎就丢了命。谁敢这么做？这可是拿命养蛊啊！你们看那青黑蛇的眼睛多有灵性，我看着都快成知心蛊了，太厉害了！看来这一届的苗疆圣女非祝文瑶莫属了啊！一句句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我耳中，可我却没有生气，反而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面纱之下，我的脸上逐渐露出了一抹诡异又妖媚的笑容。果然，下一秒，祝文瑶抱着青黑小蛇，目光直直地看向我所站的方向，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换上了一副委屈又愤怒的模样，对着我大声斥道：青青，我这么信任你，把养蛊的秘密都告诉你，你怎么能偷我的青黑蛇蛊？他的声音尖利，带着哭腔，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身旁的人纷纷侧头看向我，眼里露出了疑惑的神色。刚才那条青黑蛇好像确实是从他怀里爬出来的吧？他是谁啊？怎么戴着面纱？看身形好像有点像祝青。祝青不是入山闭关了吗？怎么会在这里？面纱之下，众人看不清我的脸，却纷纷猜疑着我是不是祝青。议论声越来越大，质疑的目光越来越多，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抬手缓缓摘下面纱，露出了那张素净却透着妖异的脸。面纱摘下的瞬间，身旁响起阵阵惊呼声。真的是祝青，他真的在这里？他不是闭关了吗？怎么偷偷跑回来了？还偷了文瑶的蛊虫？他一向养蛊养得好，怎么会做出偷蛊虫这种事？太让人失望了。祝文瑶马上就要成为新任圣女了，她偷了圣女的蛊虫，这下可要倒霉了。又是这样，仅凭一只认主的蛊虫，再加上祝文瑶的一句指认，就可以将我彻底钉死在偷窃的耻辱柱上。前世的画面再次在脑海里回放，一样的场景，一样的污蔑，一样的议论，只是这次祝文瑶要输了。我看着祭台上得意洋洋的祝文瑶，唇角的笑意越来越浓，然后抬脚一步一步缓缓走向祭台。我的脚步不快，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所到之处，人群纷纷自动让开一条路，议论声也渐渐小了下去。我走到祭台边，抬眼看向祝文瑶，
声音坚定清晰地传遍整个祭台。我是来选拔苗疆圣女的，我还没上台，还没开始比拼，怎么祝文瑶就已经是圣女了？听见我的话，祝文瑶也不急，反而冷笑一声，镇静地看着我，语气带着嘲讽：“青青，你好像没有蛊虫参赛了吧？听说你把自己养的所有蛊虫都杀了，现在手无寸骨，还来参加什么选拔？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丢了自己的脸面，也丢了寨子里的脸面。”他说的没错，祝文瑶能够感知我饲养的所有蛊虫，他知道我现在确实是一只蛊虫都没有了。不过我张开嘴，露出了一口雪白的牙齿，而在那牙齿之间，赫然是2对独属于蛇类的尖利獠牙，泛着冰冷的寒光。我笑着开口，声音轻柔，却带着一股妖异的寒意：“谁说我没有蛊虫了？”看清我嘴里的獠牙，祝文瑶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她踉跄着后退一步，扶着身边的祭台柱子，才勉强稳住身形，满眼的惊恐，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你，祝青，你疯了！我扭着腰肢，像一条柔弱无骨的蛇，笑着一步一步逼近他，走到他面前，轻轻抬起他的手腕，凑到鼻尖嗅了嗅。他的手腕上还残留着青黑小蛇的气息，也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满后的蛊术气息。对啊，我疯了！我笑着开口，声音轻柔，却字字诛心。我跳下了万蛇窟，把自己练成了最大的蛊虫。虽然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你和满后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偷走我所有的蛊虫，让他们都认你为主，但是现在我这只蛊虫要反噬主人了。既然我的蛊虫都会莫名其妙地认祝文瑶做主人，而且祝文瑶能时时知晓我的养蛊情况，那我再养100只、1000只、10000只蛊虫都是一样的下场。索性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再执着于养蛊，而是练蛊，练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人蛊。站在万蛇窟旁的那一刻，我的腿都是软的。上一辈子我在这里受尽折磨，痛苦死去，如今我心甘情愿地跳了下去，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只是有些事情比死更可怕啊！我想干干净净、堂堂正正地活下去，想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而不是被扣上偷窃的脏水，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为祝文瑶成功路上的垫脚石。在万蛇窟旁纵身一跃的那一刻，我咬紧了颤抖的牙关，忍着心底不由自主的恐惧感，竭力睁开了眼睛。我要亲眼看着万蛇扑向我而来，记住这一刻的绝望感，然后将这份绝望化作最强大的力量，一条一条抓起那些蛇，一口咬掉他们的脑袋，在血与火的厮杀中完成蜕变。整整1晚，我在万蛇窟里浴血奋战，浑身都溅满了蛇血，在鲜血淋漓里重获新生。我成了人蛊，与蛇蛊融为一体，拥有了万蛇的力量，万蛇的毒性，也拥有了操控所有蛇类的能力。从昨晚的回忆里抽身，我勾唇一笑，脸上露出了属于蛇类的妖媚与冰冷，声音轻柔，却让祝文瑶当场哭了出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主人，再见了。话音落下，我低头一口咬向祝文瑶的手腕，尖利的獠牙深深扎进了她的肌肤里，属于蛇蛊的剧毒瞬间迸发，顺着她的血液，几乎一瞬间就遍布了祝文瑶的全身。祝文瑶的身体瞬间僵硬，随即软软的倒了下去，摔在祭台的青石板上，满眼泪花，脸色惨白，嘴里还在不停的求饶：“青青，我错了啊，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我把圣女之位让给你，你饶了我吧。”她的声音嘶哑，带着哭腔，充满了恐惧，可我却没有丝毫怜悯。我松开嘴，看着她手腕上2个渗血的牙印，看着那牙印周围的肌肤渐渐变成青黑色，缓缓站起身。祝文瑶惨叫一声，身体开始剧烈的抽搐，很快就说不出任何话来，只能躺在地上，痛苦的扭动着身体，眼神里充满了绝望。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倒出一点解毒的药粉，捏在手里，在她鼻子边转了转，药粉的清香让她稍微清醒了一点。文瑶，花纹蛇绿蜘蛛，那只偏合的杂交蛊，还有这条青黑蛇，明明都是我养的，为什么都认了你当主人？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得好活，说得不好死。说着，我将1半的药粉倒进他的嘴里，这药粉能暂时压制住他体内的剧毒，足够支撑着他说几句话。诗满后是我爷爷满后，他在咱们小的时候就用东南亚的邪术交换了咱们2个的命格，他还在你我头上的银钗里下了连心蛊，你的所有蛊虫都会因为命格和连心蛊认我为主，你的一举一动我也会感知到，而我的你却一无所知。都是他逼我的，我不想的，我真的不想的。祝文瑶满脸泪痕，哭得梨花带雨，身体还在不住的颤抖，一缓过来就慌乱的解释道，他的话像一道惊雷，在祭台上炸开，也印证了我所有的猜测。我笑着拍拍手，眼里没有丝毫意外，只有冰冷的寒意。原来是这样，我早该想到的。马后的妻子不是苗寨的人，而是从东南亚那些地方来的。听说当年他带来了不少诡异的术法和蛊虫，只是后来他早逝，那些东西就都落在了马后手里。没想到
他竟然用这些阴毒的邪术算计了我一辈子，所有的疑虑在此刻全部解开。为什么我的蛊虫都会认祝文瑶为主？为什么祝文瑶能知晓我的一切？为什么我无论怎么努力都逃不开他们的算计？一切都是满后的阴谋。他为了让自己的孙女成为苗疆圣女，掌控苗寨，竟然不惜牺牲我，不惜用阴毒的邪术交换命格，下连心蛊。我抬眼看向祭台不远处的满后，他就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脸色煞白，浑身颤抖，满眼的恐惧，连手里的烟枪都掉在了地上，发出轰当一声响，在安静的祭台上格外刺耳。他看着我，像看着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几乎要被我吓得跪下来了。獠牙再次从我嘴里乍现，我的眼睛瞬间变成了冰冷的蛇瞳，树瞳里透着嗜血的寒光。我像一条蓄势待发的蛇，猛地扑向了满后，身形快如闪电，只一瞬间便到了他面前。周围的人发出阵阵惊呼，却没有人敢上前，所有人都被我此刻的模样吓住了。我冰冷的手指触碰到满后脖颈的那一刻，他哆嗦着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重重的磕在青石板上，额头渗出血丝。满后苍老的脸上浮现出极致的惊悚，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扭曲的老树皮。他颤抖着嘴唇，试图向我求饶。青青丫头，不，圣女，饶了我吧，你饶了我，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低头冷冷地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模样，心情极好。前世我跪在他面前，求他相信我，求他给我解药，可他却冷眼旁观，看着我被朱文瑶砍断双手，看着我被扔进万蛇窟。今生他跪在我面前求我饶命，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我的手上缓缓浮现出一层一层青色的鳞片，冰冷的鳞片蹭过他的脖颈，让他止不住的颤抖着，裤腿间渐渐阴湿了一片，散发出一股骚臭味。马后被我活生生的吓尿了。我轻笑一声，声音轻柔却带着刺骨的寒意。饶过你。马后的脸上瞬间浮现出一丝希望，他不住的磕头，额头的血越来越多，眼里全是祈求。是，饶了我，至少看在我教你养蛊本领，看在我把你拉扯大的面子上，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愿意把村长之位让给你，我愿意做牛做马，伺候你一辈子。在他炽热又卑微的目光里，我坚定的摇摇头，一字一句的开口：不，前世的债，今生必须还。我不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我要让他尝尝我前世所受的苦。手腕微微用力，指尖的鳞片划破了他的脖颈，一丝鲜血渗了出来。马后瞬间眼睛一翻，被我掐晕了过去。我抬手将他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扔在朱文瑶身边。再回头，祭台附近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看我，连呼吸都不敢大声。过了许久，才有一个年迈的寨老反应过来，他颤抖着身体，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对着我磕了一个头，声音沙哑的喊道：拜见苗疆圣女。有了第一个人带头，其他人也纷纷反应过来，一个个跪了下去。黑压压的一片，齐声喊道：拜见苗疆圣女。声音洪亮，在山谷间回荡，久久不散。朱文瑶躺在地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艰难地匍匐在我的脚边，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哼，却无比清晰。拜见苗疆圣女。人骨合一，我是苗寨里第一个能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我的力量，我的蛊术，早已超越了从前所有的圣女，比从前那些知心蛊高级了不知道多少倍。从那天起，我就是苗寨里唯一的主人，唯一拥有话语权的人。每个人都对我恭恭敬敬，钦佩至极，再也没有人敢提起我从前的事，也没有人敢质疑我的地位。我没有杀朱文瑶和满后，因为死对他们来说太便宜了。我让人打造了一个新的万蛇窟，比从前的那个更阴暗、更潮湿、更凶险。我将朱文瑶和满后扔进了新的万蛇窟，让他们以身作饵，饲养我新养的一群小蛇。他们承受着我前世所受的痛苦，生不如死，却又求死不能。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几十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寨子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而我却因为人骨合一，拥有了长生的能力，不曾衰老，依旧是年轻的模样。寨子里的人不再叫我圣女，而是换了另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呼，他们叫我苗疆老祖。而我也会一直守着苗寨，守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让所有的阴谋和算计都永远消失在苗疆的山水之间。从此苗疆无奸邪，唯有老祖，护佑一方。